儿子考上清华，他带上校花过夜，彻夜未归。第二天清晨，他忽然给我打电话：“爸爸，救我！我不想坐牢。”我吓了一跳，赶紧问儿子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支支吾吾半天，给我说了一个地址，是一间酒店。我和妻子冲到酒店房间，只见一个女孩子面朝下趴在床上，赤身裸体一动不动。儿子蹲在墙角，面色惨白。爸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没有。我脑袋瓜嗡的一声，捏紧拳头。妻子抢先一步把儿子护在怀里。宝贝别怕，你爸爸是警察，你绝对不会有事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护着他？他杀人了呀！那又怎么样？他也是我身上的一块肉。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我，不许说谎。儿子拼命点头。她叫张小倩，是我的女朋友。昨天晚上他们本来在一起庆祝，因为喝了点酒，张小倩就提出到酒店休息。张小倩考得不好，心情差。她说自己恐怕这辈子都考不到北京，但又不想跟我分手。我一直在安慰她，后来我们俩就做了。发生完关系后，张小倩忽然提出要儿子放弃清华大学，陪她复读1年。我不同意，张小倩就威胁我说要告我强奸，还说清华大学肯定不会要一个强奸犯。我一直求她，可她拿起手机就要报警，我只好用被子捂住她的脸，结果她就被闷死了。我把张小倩的尸体翻过来，女孩双眼还睁着，因绝望而皱缩的瞳孔正好瞅着儿子，吓得她紧紧贴在墙角。我仔细检查了一下，死因是机械性窒息，脖颈处没有掐痕，也没有击穿线，不像蓄意谋杀。此处有性交的痕迹，轻微撕裂伤，手腕上没有绑痕，指甲缝里没有挣扎反抗留下的皮肉碎屑，应该不是强暴。我去前台查看了监控，两人进来的时候有说有笑，看来张小倩确实是自愿的。可即便儿子说的全部属实，张小倩已经死了，这个案子一定会按过失杀人判，儿子肯定要坐牢。目前唯一的办法大概就是积极补偿家属，换取谅解书，争取减刑。我拿出手机交给儿子，现在给110打电话，这个电话必须你自己打，自首是很重要的减刑环节。妻子一把夺过手机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儿子如果坐牢，还怎么去清华念书？他绝对不能自首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这可是命案，杀人是要偿命的呀！妻子忽然跪下来，紧紧抱住我的大腿。老公，我求求你，你是20多年的老刑警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他可是你儿子啊，你不帮他，还有谁能帮他？我烦躁不安，眼睛在房间里乱扫一通，忽然发现一样东西，只要有这个，说不定我能帮儿子脱罪。我布置完现场，然后让儿子打电话报警。15分钟后，值班刑警来了，是小刘，我的徒弟。小刘看到我，赶紧鞠躬：“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阿乐考得那么好，您老人家怕是高兴坏了吧？”我在心里默默叹气，成绩再好有什么用？刘警官，今天我不是一名警察，而是嫌疑人的父亲，请你仔细勘察现场，确认这起案子是否有谋杀的嫌疑。小刘还以为我在开玩笑，可当他看到张小倩的尸体，面色瞬间凝重。他仔细检查尸体，确认死因，推算死亡时间，然后开始审问儿子。儿子一字一句复述我教给他的口供。小倩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们昨晚喝了酒，喝了很多。小倩不胜酒力，先睡了。睡前还特意嘱咐我帮她贴一片面膜。我那会儿正在洗完澡，出来后我帮她敷了面膜，然后就睡了。可今早一醒来，我就发现小倩没气儿了。我不敢动尸体，因为害怕破坏现场。我先给我爸打了电话，然后报了警。刘哥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儿子抓住小刘的袖子，眼泪都挤出来了。我瞪了他一眼，提醒他不要做多余的表演。小刘从垃圾桶里翻出已经干掉的面膜，端详片刻。你给他贴了几片面膜？1片，可这里有2片面膜，另一片是谁用的吗？今天早上我发现小倩脸上贴着2片面膜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我确实只贴了1片。小刘把2张面膜分别装进证物袋，交给取证科的同事提取指纹，然后跑过来问我：“师傅，我说下我的推理过程，您看对不对啊？”刘警官，请你记住，我现在是嫌疑人的父亲，我不应该参与这件案子。嗨，您要是不参与，咱们支队谁敢拍板啊？再说了，以您的为人，要是阿乐真犯了罪，您肯定第一个打死他。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是意外，不是谋杀，原因就是死者脸上贴着2片面膜，这就说明大概在阿乐贴面膜前，死者已经给自己贴了1片面膜，只不过阿乐恐怕没有发现。面膜纸的密封性能良好，本身又含有大量的水和胶原蛋白，所以厂商会裁开口鼻处，方便用户呼吸。只不过阿乐贴上的第2片面膜刚好把第1片面膜的呼吸口全部堵死了，再加上死者本身就处于醉酒后的昏迷状态，因此导致窒息。很好，小刘已经踏进了我布置的陷阱。我发现张小倩的手包里放了几片面膜，于是就把面膜贴在她的脸上，然后用烘干机吹干，伪造成意外窒息的样子。如此一来，儿子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，我们只要积极赔偿张小倩的家属，就能息事宁人。可我这么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？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指向谋杀和误杀，最终结果是不予立案。小刘带儿子回局里录完口供，当天就把他送了回来。妻子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她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个火盆，让儿子从上面跨过去。我提醒他们，虽然警方暂时没有怀疑，但并不代表这件事儿已经结束了。如果张小倩的家属追究起来，一样可以把我们告上法庭。咱们必须做好善后工作，应赔尽赔。
儿子咧嘴一笑：“爸，你别担心，小倩的父母已经死了，3年前出了车祸，和他相依为命的只有一个爷爷，老糊涂了，根本不足为惧。”我对儿子嚣张的态度非常不满，但有妻子护着他，我也不好发火。第二天，小刘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联系上了张小倩的爷爷张刚。我和妻子赶到局里，老人头发花白，衣着朴素。我向张刚表达了自己的歉意，并强调张小倩的此事一出意外，没有人应该为此负责。即便如此，小倩也是阿乐的女朋友，所以我们会想方设法的补偿你。通常来说，法律支持的死亡赔偿金会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进行计算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应该赔偿给张刚60万。可张刚开口就问我们要500万，我傻眼了。妻子忍不住嘲讽道：“500万，老人家，你就是花到死也花不完吧？”张刚也不生气，笑眯眯的：“小倩她呀，特别关心那些大山里的孩子，她将来的梦想就是去边疆支教，我想替她完成这个梦想。”小刘也帮着我们劝，可张刚非常固执，500万1分都不能少，否则他就不签结案。我只好把妻子叫到一边，问他有没有办法凑到500万。妻子瞪了我一眼：“你疯了吗？给一个死老头500万，儿子将来还娶不娶媳妇了？”我当然明白张刚是狮子大开口，可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紧结案，火化张小倩的尸体，否则追查起来夜长梦多。妻子只好说自己需要打几个电话，她走进洗手间，仿佛不想让我听到似的。我很好奇妻子要如何凑这笔钱，就跑到男厕。局里男女厕共用一个通风管道，我打开手机录音功能，从通风管道塞进去，塞到女厕那边录音。结果让我大吃一惊，妻子借钱的对象竟然是我们的儿子阿乐。妈，怎么了？宝贝，那个臭老头开口就要500万，怎么办呀？没关系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帮我脱罪，钱总有办法挣，我马上转给你500万。我听完直接惊呆，阿乐竟然这么有钱，这可是500万呢，我一辈子都挣不了这么多钱。为了不引起妻子的怀疑，我赶紧走出洗手间，假装问他借到钱了吗？妻子装出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，说自己打了好几个电话求爷爷告奶奶，才问丈母娘筹借到了500万。我没有戳破他的谎言。张刚拿了钱，痛痛快快签了结案和谅解书，领走了孙女的尸体。阿乐虽然成功脱罪，我的噩梦却没有结束，因为我怀疑儿子可能正在从事违法犯罪的事情，否则凭他一个高中生，怎么可能轻轻松松就掏出100万巨款？甚至就连张小倩的死，恐怕与阿乐的罪行脱不了干系。女孩恐怕是知道了什么秘密，或是掌握了对阿乐不利的证据，阿乐才会选择杀死他。如果是这样，这起案件就不是误杀，而是彻头彻尾的谋杀。